村民举报我自费为村里整改电路，是为了谋取私利。凌晨，你个黑心干的！要不是你动了我家线路，我的冰箱也不会烧，赔钱！我没有答应他的恶意索赔，他就联合全村人要求我拆除所有防护设备。我照他们的要求全部拆除后，他们却傻眼了，因为从此以后，守护全村3年的安全屏障彻底消失，老旧破败的原始线路彻底暴露，他们终将困在漏电起火、家电损毁、隐患丛生的恐惧之中。这天，我正在日常检查线路，同村的张桂香带着一大波人直冲我而来。张桂香气势汹汹地指着我：“大家看，就是这个凌晨，就是他装的这些烂设备搞坏了电路，害得我家冰箱烧了。凌晨，你给我赔钱！”我微微皱眉，防护设备是我自费安装的，每一样我都亲自选配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况且以张桂香一贯爱贪小便宜的作风，她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我对着围过来的村民耐心解释：“大家听我说，我最近刚刚检修了线路，防护设备正常运行，不可能出现烧坏家电的情况。”张桂香当场撒泼起来，全然不听我的解释，执意认定是我的设备有问题，非要我赔偿损失。旁边几个老太太对着我指指点点，我心里冷笑一声，用眼神扫过众人，说我设备有问题，那你们就拿出证据，不然这口黑锅我可不背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众人，转身就要离开。人群外侧，张桂香的邻居徐浩兴奋地举着手机对着我录制。徐浩是个毕业2年的大学生，一心想做自媒体起号，专靠抓拍乡村邻里矛盾蹭热度博流量。他故意放大嗓门，装作公正的样子喊：“凌晨，私改电路可是大事，搞不好可是会电死人的。”张桂香一把拽住了我，撒泼打滚的不让我离开。就是今天这事儿，你不给我个说法，哪儿都别想去。我目光直视着张桂香，沉声说道：“张大妈，你之前为了省电费，天天撕拉乱接，还蹭我新装的公共照明电，连电动车都起来偷偷冲。这种违规走线本来就极易短路起火，隐患特别大。我当初怕出安全事故，制止了你，你就到处说我把村里电路占为己有，怎么占便宜不成？现在又说我搞坏电路，张大妈，我看你是想讹钱吧？”张桂香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当即扯着嗓子耍起无赖：“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！就是你改了这破线路以后，我的冰箱才坏的，你就应该赔我钱。”同村的李强也在一边帮腔：“凌晨，张大妈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你何必跟她计较呢？你就赔点钱，当给自己买个教训吧。”我被气笑了，看向他们的眼神冷得像冰。我转头望向远处苍茫的田野，心头不由得一阵酸涩，想起了孤零零埋在后山岗上的父亲。要不是为了父亲，我这辈子都绝不会再回到这个凉薄的村子。我爹在村里做了一辈子电工，守了一辈子村内线路。当年有小孩乱放鞭炮，恰好落到线路上，引燃电线，酿成大火。我爹不顾危险救火，疏散村民，护住民房和公共线路。大火虽被扑灭，他却吸入大量毒烟粉尘，肺部严重受损，日渐垮掉，最后也因此丢了性命。弥留之际，他还虚弱地攥着我的手，气息奄奄地叮嘱：“孩子，记住别怨恨村里人，村里的电路以后就靠你替我守着了。”就为了父亲这2句临终遗言，我辞掉了城里的工作，义无反顾回了这座满是是非的山村。我回村那天，村主任亲自找到我，拿着盖了村委会公章的聘书，说我有高级电工证。我爸又是村里的老电工，村里决定正式聘我当村电工，管用电安全。我挨家挨户签了线路改造授权书，明确自费出材料，免费施工，只改入户私人线路，绝不碰供电所与村集体设备。我把打工攒下的70多万全拿出来，装了工业级的漏电保护器，又把全村老化支线、入户线路全部整理加固，就是想让全村和我爹一辈的老人用电能安心，不用再担惊受怕。却没想到，在张桂香眼里，成了搞坏电路的恶人。张桂香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怕了，当即放起狠话：“你今天必须赔钱，不赔我现在就去上边举报你，我看你怎么办。”我眼神坚定：“你赶紧去举报啊，我还怕你不去呢。”张桂香一愣，显然没料到我态度这么硬，当即瞪着我嚷嚷道：“你这人做了坏事还这蛮横，真是反了天了！”我摊开手，神色坦荡地看着他：“做坏事，我不过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无愧于心。反倒是你张嘴就想讹钱，才是真的蛮横至极。”张桂香被噎得说不出话，狠狠一跺脚。徐浩立刻凑上来，一边录像一边假惺惺地劝我说：“都是乡亲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没必要闹得这么僵。”我看都没看他的镜头，我可不会吃哑巴亏，任由别人污蔑张桂香，毫无凭据就想上门讹钱，这笔钱我1分都不会赔。张桂香彻底撕破脸，指着我破口大骂道：“姓林的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折腾这些破线路，装这些烂设备，就是不安好心，跟你那没用的爹一样，半点本事都没有，还说什么为了村里好，整这一堆破烂玩意，到头来还不是连累全村人跟着遭殃。”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我心口，我猛地攥紧拳头，怒火几乎冲昏头脑。你说什么？你敢骂我爹？可张桂香越发得意，骂得更难听。我就骂了，怎么了？你就是跟你爹一样没出息。徐浩一边假意拦我，一边把镜头怼得更近，生怕错过我动手的画面。我看着眼前乱糟糟的景象，冷笑一声，心彻底凉透。我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在心里默默对父亲说：“爹，这就是你护了一辈子的乡亲，你一辈子掏心掏肺为他们操劳，到头来他们连死去的你都肆意诋毁。”张桂香见众人都站在他这边，越发有恃无恐，对着围观人群喊话：“大家别愣着了，赶紧帮我要赔偿啊！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”徐浩连忙点头附和：“大妈，你放心，
我这全程录着像呢，肯定帮大家讨回公道。李强也在一旁劝我，语气带着逼迫，让我赶紧赔钱换个清静。我已经不想再跟这群人纠缠。想要赔偿是吧？行，有本事直接去供电所告我，我就在家里等着，随时奉还。张桂香见吓不住我，立刻撒泼，说我赶走他就砸了我的设备。我冷冷瞥了他一眼，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，转身就要走。他急得跳脚，又怕真动手砸了设备要担责任，站在原地嘴里不停骂骂咧咧。围观的人也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人面露犹豫，没人真敢上前帮他拦我。徐浩眼珠一转，给他出主意：大妈，咱们可以去举报啊！你家电器不是烧坏了吗？就让供电所来人上门检测。张桂香心里咯噔一下，她比谁都清楚，她就是为了报复我，不让他撕拉乱接，故意讹人。真要正规检测，恐怕立刻就会露馅儿。徐浩一边说，一边朝张桂香使眼色，到时候责任全算在林晨头上，他绝对跑都跑不掉。张桂香反应过来，立刻重拾底气，对着我放狠话：凌晨，你给我等着吧，我现在就去举报你，这事没完。张桂兰又对着围拢过来的村民大声煽动：大家伙都来看啊，就是这个凌晨私自改电路，把全村线路都搞坏了。我家的冰箱用好好的突然烧了，我找他要赔偿，他还不理我，太嚣张了。人群立刻炸开锅，议论纷纷，有人恶意揣测我：这个林晨不会是因为受不了他爹去世的打击，心里出了问题，存心报复咱们村里人吧？张桂香越说越起劲，甚至说她去举报我是给大家铲除祸害。立刻有人附和：大妈，我支持你举报，等检测结果出来，要是真有问题，我们也联合起来告他。张桂香得意地看向我，像一只打赢仗的公鸡。凌晨，你听到没？大家都支持我去举报你，等举报结果一出来，我不光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，还要把你和你爹干过的那些恶心事全发到网上去，让你身败名裂。我倒要看看你往后还有什么脸出门。我闭上眼，心里一片悲凉。爹，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有的人心肠比老化开裂的老电线还要腐朽不堪，再周全的电路防护也拦不住。该做的我都做了，后续不管出什么问题，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别后悔就行。没几天，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果然来了，领头的人拿出单子，说检测结果表明我私自加装电路保护装置，导致全村电路异常，罚我整改，还要补偿每户村民1000元。张桂香立刻跳起来，对着人群大喊：你们看，供电所都对他罚款了，证明这线路确实有问题。幸亏我及时发现，不然大家都要被他害死啊！张桂香得意的提议：破坏线路，出了事是要死人的，每家只赔1000太少了，要我说，至少要每家1万。人群情绪被点燃，纷纷跟着起哄。有村民冲着我喊道：对，每家必须补偿1万，不然你就等着去坐牢吧。我上前一步，冷静看向工作人员：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句，你们这次定责检测依据是什么？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含糊回应，说是按张桂香提交的家电损坏照片和她自己拿来的线路样本判定。我当即严肃开口：家电损坏只是单方说辞，线路又是他私下送检，没有你们现场见证，封存备案，取样流程本来就不合规，这种材料根本没有法律效力。我和他有过矛盾，他的送检样本可信度存疑，我要求按正规流程现场检测，当场定责。张桂香立刻跳脚大骂：凭什么出去检测？你肯定是得到了风声，提前调了设备想蒙混过关。其他人也跟着附和，催我赶紧赔偿。别废话，我环视一圈，声音不大却极具压迫感。既然大家都说自家用电受影响是我改造线路害的，那就简单点，挨家挨户上门逐一检测。要是一圈查下来，全村线路都平稳正常，我一定会追究造谣人的责任。工作人员也开口表示可以重新检测。张桂香心里彻底慌了，真要重新检测，她造假的事肯定暴露。于是她立刻改口，装作大度地说：算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计较，赔偿就不要了。她又话锋一转：但你必须把这设备拆了，不能继续祸害我们。同意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同意拆除装置。众人立刻欢呼，以为自己赢了。有人嘲讽道：我早就觉得不对劲，怎么有人这么好心免费改电路？对，这小子该不会是打着改造的幌子偷公家的电吧？各种恶意揣测层出不穷。我望着自己亲手搭建的配电箱，眼眶微微发热。为了父亲的遗愿，3年来我像守命一样伺候着这套电路。线路发烫了，我半夜爬起来检修；暴雨天怕漏电，我守在配电箱旁彻夜排查；停电了，我启动备用保障。这套近100万的电路防护系统，让这个穷了几十年的村子用电比镇上高档社区还安全稳定。如今这帮人却全都站在张桂香那边，恶言相向，把我当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。我不再辩解，对着众人宣布：不用你们说，我现在就把加装的所有设备全部拆除，以后你们的用电安全与我无关。
张桂香得意洋洋说：“我早就该这么做，还说之前没我的破设备，他们用电也用得好好的。”我冷冷看向张桂香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希望你以后不会来求我。呸！老娘这辈子绝对不会有求你的那一天。我拿出手机拨通安装师傅老周的电话，让他明天带几个人来村里干活。老周很疑惑，问我是不是电路出故障了。我语气平静却带着决绝，说不是故障，是全部拆除。配电箱、漏保、稳压器、防雷器，还有我整理加固的所有入户线路，凡是我装的、我修的，一个零件都别留下。老周急了，可那是你花了好大力气改的，光总闸就20万，拆了就太可惜了。这么好的设备，留给一群不懂珍惜、不知感激的人，才是最大的可惜。村主任闻讯急匆匆赶来。小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好好的设备怎么说拆就拆？也太糟蹋东西了。我看向他，语气带着疲惫。村民举报我破坏电路，我决定全部拆除。可村里人早习惯了稳定安全的用电环境，拆除设备以后，全村用电都成问题呀。他们倒是习惯了安全用电，却从没习惯记住我一点的好。张桂香小跑着赶来，叉着腰蛮横地说：“我早就看这些破设备不顺眼了，拆了正好。”张大妈，你不懂就别乱说话。咱们村现在能安全用电，全靠小林装的这些设备。要是把这些设备拆了，整个村子的用电就完了。主任，你一大把年纪了，能被这小崽子忽悠财了？今天这破设备必须拆，不拆我就再去举报。村主任不再理他，拦在设备前苦苦哀求我：“小林，这设备从选材到安装全是顶配，拆了就彻底废了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”人群里这时议论声四起，谣言越传越离谱。你说他好好的，为啥非要私自改电路？肯定没安好心，藏着见不得人的事儿吧？就是啊，他才多大年纪，哪来这么多？说不定这钱来路不正。我看呐，他就是拿咱们全村人的安全做实验呢。我彻底失望，挥了挥手，没必要再耗下去了。跟这群胡搅蛮缠的人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口舌。赶紧拆！老周叹了口气，让身后的工人们动手拆除。为了防止漏电起火，我用的都是特意定制的国标阻燃线，高品质防护箱。赶紧拆！拆开，让大家伙都看看他是怎么偷工减料的。刚刚配电箱短路的画面我都拍下来了，我这就把电路故障画面剪出来，流量肯定爆，公众肯定会替大家讨回公道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自己守护3年的安全屏障被一点点拆毁。村子原本的线路已经用了30年，撕拉乱接，像蜘蛛网，不知道积攒了多少安全隐患。之前有我的防护系统挡着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。现在屏障消失，线路过载，漏电起火一触即发，这是一场积攒了30年的安全隐患。一旦电路崩溃，全村无人幸免。这时，村口王大爷家传来一声巨响，焦糊味瞬间散开。老天爷呀！我家电视炸了，快救火呀！原本还围着配电箱看热闹的村民，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手足无措。有人愣在原地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王大爷家的方向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；有人下意识地捂住了嘴，脸上写满了惊慌与不安。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着火了，慌乱的人群才终于有了动作。大家纷纷转身，抄起墙角堆着的水桶、脸盆，一窝蜂地朝着王大爷家冲过去。王大爷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站在自家门口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嘴唇不停发抖。他看着屋里不断冒出的黑烟，声音带着哭腔，说家里的电视突然炸了，紧接着墙面里的线路也跟着冒烟起火。几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冲进院子，一眼就看到了墙角老化严重的总闸开关，因为常年没有维护，闸刀松松垮垮，表面还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。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，才手忙脚乱地把总闸拉了下来。断电之后，火势很快就得到了控制，大家一盆接一盆泼水，没多久就把小火彻底扑灭。等浓烟散去，众人看着屋里的景象，全都倒吸一口凉气。靠近电视的墙面被熏得漆黑一片，瓷砖炸裂，电线裸露在外，电视机被炸成一堆废铁，零件散落一地。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头向村口刚被拆除一半的电路防护设备，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。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这起事故来得太突然，刚好发生在拆除防护装置的关头，很难让人不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。这只是巧合，是王大爷家的电视使用年限太久，内部零件老化，才自己发生了短路爆炸，纯属意外。再等几天，
村里的电路慢慢稳定下来就好了。他语气强硬，一副十分肯定的样子。几个原本心里犯嘀咕的村民被他这么一吼一劝，又想起之前跟着他一起指责我的场景，暂时把疑虑压了下去，跟着点头附和。我站在一旁，从头到尾没搭一句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工人把我自费安装的漏保、稳压器、防雷器一件件拆下来，整齐地堆在地上。这些设备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工业级产品，花了我打工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，每一颗螺丝都是我亲手拧紧，每一条线路都是我亲自排布。3年来，我像守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守护着这套电路系统，如今却被当成祸害，被硬生生拆成一堆冰冷的零件。工人师傅们一边拆一边忍不住叹气，他们都知道这套装置对这个村子意味着什么，可也只能听从我的安排。没过多久，所有自费安装的电路防护设备全部被拆完，村里的线路恢复到几十年前的老旧状态。从这一刻起，没有了稳定电压，没有了漏电保护，没有了过载防护，隐藏了30年的线路隐患终于毫无遮挡地暴露出来。防护设备全部拆完后，村里的电路问题接二连三的出现，一场用电灾难彻底席卷了整个村子。当天下午就有10多户人家反映，开灯的时候灯泡直接炸裂，玻璃碎片散落一地，吓得家里的孩子哇哇大哭。有人使用洗衣机洗衣服，刚按下启动键，机器还没转2圈就直接跳闸，插座表面烫得不敢触碰，稍微靠近就能闻到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。还有人用电磁炉做饭，加热不到2分钟就突然断电，锅里的菜半生不熟，连一顿安稳饭都做不成。傍晚时分，村子里几处户外线路接头开始不停冒火星，滋滋的电流声听得人头皮发麻，老人和孩子都不敢靠近路边的电线杆，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整个村子都被一种恐慌的氛围笼罩着。晚饭过后，村民们一个个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都聚到了村口的空地上讨论起来。我家里电磁炉用2分钟就断电，晚饭都做不熟，一家人都只能啃冷馒头。我家冰箱停了大半天，里面的菜都快化了。晚上想开灯照明，灯泡要么不亮，要么直接炸掉。家里黑漆漆一片，连走路都小心翼翼。家里的插座摸上去发烫，生怕半夜线路起火，连觉都睡不安稳，整日提心吊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诉说着用电带来的恐慌与不便，满是抱怨与焦虑。人群之中，孙强的脸色尤其难看，眉头紧紧皱在一起。他家里承包了村口整片鱼塘，这是他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。他家的鱼全靠制氧机24小时不间断供电供氧，才能维持正常存活。一旦断电缺氧，满塘的鱼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翻肚死亡。可现在村里电压忽高忽低，电流极其不稳定，制氧机根本无法正常启动和运转，偶尔勉强启动也会突然停止工作。孙强急得团团转说：“我下午刚去塘边看过，满塘的鱼已经开始浮到水面，再这样下去，用不了1夜，一塘鱼全都要翻肚死掉，我家这几年的心血就全白费了。”孙强的话让原本就慌乱的村民更加焦虑，大家这才意识到电路问题已经不只是不方便那么简单，已经开始危及大家的生计与财产安全。张桂香见状，心里也开始发慌，但她依旧不肯承认是自己的问题，反而带着几个人直接去找村主任，逼着他出面解决问题。他们堵在村主任的办公室门口，吵吵嚷嚷，要求村主任立刻想办法恢复正常用电，保障大家的生活与生产。村主任看着乱糟糟的线路，又看了看院子里被拆掉的防护设备，一脸无奈与痛心。我没有办法，村里原本的线路老化严重，早就不满足正常用电需求。这几年大家能安全稳定用电，全靠小林装的那套防护装置。是这套设备掩盖了所有隐患，保护了全村的用电安全。村主任苦口婆心的解释，希望大家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可张桂香等人根本听不进去，他们不依不饶，围着村主任胡搅蛮缠，一口咬定是主任不作为，甚至污蔑村主任和我串通一气，故意看着村民受苦。村主任被缠得实在没办法，压抑已久的火气也上来了。他指着门口，直接把张桂香一行人全都请出了办公室。当初是你们逼着拆除设备，现在出了问题就来找我撒气，好言相劝不听，那就承担后果吧。被赶出来的张桂香心里又急又怕，突然想起了爱拍视频的徐浩，连忙跑去找他帮忙出主意。徐浩这段时间一直靠着拍村里的矛盾博流量，一心想把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做起来。看到张桂香来找自己，他立刻觉得机会来了，眼珠一转就开始煽风点火。村里的电路一直好好的，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问题，偏偏是从凌晨拆设备之后，各种事故接连不断。肯定是他为了报复全村人，在拆设备的时候故意动手脚，偷偷破坏了村里的原有线路。徐浩还拿出手机里之前拍的视频，试图证明自己的说法。孙强想着自家鱼塘的鱼眼看就要死光，心里满是怨气。听徐浩这么一说，他立刻跟着附和：对，就是凌晨搞的鬼，是他故意破坏电路，
让全村人不得安宁。其他村民本就处于恐慌之中，判断力急剧下降，被徐浩和孙强一煽动，全都信以为真。大家把所有的不满和焦虑都算在了我的头上，气势汹汹朝着我家的方向赶过去。我听到门外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和愤怒的叫喊声，却始终待在屋里没有出门，也不想跟他们争辩。我已经对这群忘恩负义、是非不分的村民彻底失望，再多的解释，在他们眼里也都是狡辩。我隔着紧闭的房门，平静地问他们：当初你们不是信誓旦旦说绝不会后悔吗？不是说没有我的设备，你们也能好好用电吗？门外的村民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一时间安静了下来。可短暂的沉默之后，他们又被怒火冲昏头脑，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反而更加愤怒地砸门叫喊。孙强更是当场拿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有人故意破坏村里电路，危害村民安全，我要你们马上过来处理。没过多久，警车就开到了村口。2名警察下车之后，立刻向双方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。村民们围着警察，七嘴八舌地指责我，说我故意破坏电路报复村民。我没有愤怒，只是把前因后果如实告知警察，明确表示自己只拆除了自费购买、自费安装的电路防护设备，没有碰村里原有线路半分，更不可能故意动手脚破坏电路。我告诉警察，如果对线路问题有异议，可以请专业的电力专家上门全面检测，所有结果我都愿意接受。警察当场联系了电力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，让他们尽快赶到现场进行全面检测。几个小时后，电力专家带着专业的检测设备赶到村里。专家仔细检查了全村的主干线路、入户线路、配电箱，还有之前被拆下的所有防护设备。检测结束后，专家当场给出了专业结论：村里现在的线路问题是原有线路老化严重导致的，属于长期积累的安全隐患。线路内壁老化，接头氧化严重，线路负责能力不足。村民们一听专家说电路确实有问题，立刻不分青红皂白，对着我破口大骂。他们骂我阴险歹毒，骂我狼心狗肺，说我故意装好设备再拆掉，就是为了坑害全村人的利益。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言语刻薄。专家等村民骂完，才继续解释剩下的检测结果。但是这套之前安装的电路防护设备作用巨大，这套设备能稳定电压，避免过载，能彻底掩盖原有线路的所有隐患，保障全村用电安全，并且拆除时只拆除了加装的部分，全程规范操作，没有破坏任何公共线路，没有触碰任何供电所设备，完全合法合规。专家的话像一巴掌，狠狠打在了所有闹事村民的脸上，让他们瞬间哑口无言。真相大白，所有人都沉默下来，没人再敢大声指责我，现场安静的可怕。大家这才明白，从头到尾我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，反而是他们亲手毁掉了守护自己3年的安全屏障。短暂的安静过后，人群立刻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张桂香，大家纷纷指责张桂香，都是你带头闹事，到处造谣污蔑，才把好好的电路逼得拆掉。对，要不是你撒泼耍赖，我们也不会落到现在用电担惊受怕的地步。你为了一己私利，不顾全村人的安全，实在太自私了。孙强也跟着抱怨，我的鱼快要死光了，全家的生计都没了，全都是你害的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差点和张桂香起冲突，被旁边的人及时拉住。徐浩躲在人群后面，脸色惨白，悄悄关掉手里的手机，不敢再露头拍视频。他知道一旦真相被发到网上，他不仅涨不了粉丝，还会被网友指责为是非不分，恶意炒作，账号彻底废掉。张桂香被众人围在中间，成了众矢之的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被众人轮番指责的张桂香被逼到了绝路，突然像疯了一样抬起头，破口大骂。他指着人群嘶吼着说：“你们忘恩负义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！”他猛地又把手指向我，声音尖利的大喊说：“这小子本来就心术不正，装电路根本不是好心，跟他爹一个怂样。他爹当年就是把线路弄得一塌糊涂，才留下一堆烂摊子。他就是来还债的。他们父子俩都不是好人，一个把线路搞糟，一个装了又拆，故意折腾全村。”他试图用最恶毒的话语煽动村民的情绪，甚至说我就是记仇，故意等设备拆完，看着大家遭殃，好报复所有人。现场的村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闹，又有些动摇，纷纷把迟疑的目光投向我。我看着张桂香颠倒黑白的样子，心底最后一点温度也彻底消失。我声音冷硬如铁，当场戳破他的鬼话：“我爹光明磊落，从来无罪可赎。”我缓缓抬起头，目光平静却带着千斤重量，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最后，我的目光死死落在脸色惨白、浑身不停发抖的张桂香身上。所有人都下意识屏住呼吸，顺着我的目光看向张桂香。警察也没有离开，神情严肃地站在一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平静却足以让每个人听清的声音缓缓开口：“10几年前，村里那场惊动供电所的线路大火，根本不是我父亲的责任。”
这句话一出口，全场瞬间炸开了锅。原本低头沉默的村民猛地抬头，脸上全是震惊的表情。他们不敢相信当年的事还有隐情。当年的事故是全村人心里的一道伤疤，更是我父亲一辈子的冤屈。父亲一辈子兢兢业业，守着村里的电路，一干就是几十年。他为人老实本分，谁家线路出问题，随叫随到，从不计较报酬。那场大火发生在一个冬天的傍晚，天色刚擦黑，有人在村口主电线杆旁燃放鞭炮，火星直接溅到裸露的老化线路上，干枯的电线外皮遇火就燃，火势顺着主线一路蔓延，眼看就要烧到旁边连片的民房。一旦引燃房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父亲第一时间看到火光，抄起家里的灭火器就冲了过去。他不顾危险，迎着浓烟和烈火冲到最前面，组织村民撤离。他用身体挡住火势，防止火苗窜进房屋，抢救村里的公共设施。大火被扑灭了，父亲却因吸入了大量有毒的烟雾与塑料燃烧的粉尘，身体就彻底垮了。他咳嗽不止，呼吸困难，肺部的损伤日复一日加重，吃药打针都不见好转。可就在父亲最需要安慰和理解的时候，村里开始流传恶毒的谣言。村民们私下里传着，听说了吗？那场火是因为凌晨电线路检修不到位，操作失误引发的。没有人去求证真相，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，所有人都心安理得地把责任推到父亲身上，让他一个人背锅。父亲百口莫辩，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，受尽委屈和白眼。他本就被大火伤了根本，又被无尽的污蔑彻底压垮了精神，没过几年就早早离开了人世。临终前，他还躺在床上虚弱地念叨自己没有对不起村里任何人。他到死都想不明白，自己一辈子守护的乡亲为何要如此对他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放弃调查当年事情的真相。我跑过供电所，查过当年的事故存档记录，找过当年的目击者。我花了整整3年时间，一点点拼凑，终于让我查到，当年引发大火的人就是张桂香的亲侄子。当年张桂香的侄子才10几岁，调皮不懂事，拿着大人给的鞭炮，偷偷跑到电线杆下玩耍。一个火星没熄灭，直接引燃了旁边老化裸露的线路。孩子吓得当场跑回家，把事情告诉了家人。张桂香担心侄子被追究责任，更害怕自家要承担全村的损失，不仅没有带着侄子主动承认错误，反而第一时间选择隐瞒真相。为了彻底撇清自家关系，他挨家挨户的敲门煽动，他颠倒黑白，说大火是我父亲工作失职，疏于检查造成的，添油加醋的把父亲描述成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在他的带头造谣和煽动下，不明真相的村民全都跟着指责父亲，没有人关心父亲在大火中不顾生死救了整个村子，还因为救火落下了无法治愈的病根。父亲走后，我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回到村里，把村里的电路彻底改好，让大家用电安心。我拿出在外打工几十年，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，整整70多万，我自费购买最好的工业级材料，免费为全村施工改造，把老化线路全部重新梳理加固。我熬夜检修线路，暴雨天守在配电箱旁，彻夜不敢离开。谁家线路出问题，我第一时间上门，从不收1分钱。我以为只要我真心付出，就能化解当年的恩怨。我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，乡亲们会明白我父亲的清白。可10几年过去，张桂香依旧没有丝毫改变，她依旧蛮不讲理，为了私利不择手段。只因为我阻止她撕拉乱接、蹭电偷电，就再次对我泼脏水。她就带头讹钱举报，逼我拆除所有防护设备，甚至辱骂我去世的父亲，把我父子2代人的真心与付出踩在脚下，肆意践踏。我说完这些话，全场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张桂香。张桂香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她嘴唇哆嗦着，想要反驳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她的眼神慌乱躲闪，不敢和任何人对视，心虚到了极点。这时，人群里有人认出了张桂香侄子，那个早已成家立业、年过30的男人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再也撑不下去。他哭着承认，当年确实是我在电线杆旁放鞭炮，才引发大火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活在愧疚与恐惧里，夜夜做噩梦。是我姑姑逼着我隐瞒真相，不让我对任何人提起半个字。我看着老电工因为自己的过错憋屈而死，心里一直不安。可我怕承担责任，始终不敢站出来说出真相。直到今天事情暴露了，我也没有脸再继续隐瞒下去了。真相像一道惊雷，炸得所有人头晕目眩。村民们这才彻底明白，他们犯下了多么不可饶恕的错误。他们不仅恩将仇报，糟蹋了我倾尽全力的真心付出，还帮着恶人冤枉了救过全村性命的老电工。我父亲一辈子为村里操劳，最后却含冤而死，而我继承父亲的遗志，也被他们恶意伤害。我们父子2代人掏心掏肺，倾尽所有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委屈与伤害。巨大的羞耻瞬间淹没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很多和父亲同辈老人捂着脸蹲在地上失声痛哭。他们想起当年老电工的好，想起他在火海里拼命救人的样子，他们恨自己是非不分，恨自己听信谣言，亲手冤枉了好人。年轻一点的村民也满脸通红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他们没想到自己亲手毁掉的不仅是电路防护设备，更是2代人用真心守护的善意与公道。警察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当场对张桂香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。你造谣污蔑、诬告陷害，行为已经触犯相关规定。考虑到事情过去多年，且没有
有造成更严重的法律后果，现对你提出严重警告。张桂香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拼命捶打地面，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。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充满愤怒与深深的鄙夷。警察离开后，现场依旧沉浸在压抑与悔恨之中，久久没有散去。当天晚上，村民们一夜未眠，整个村子都被愧疚笼罩。大家聚在村口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这3年来我对村里的每一份付出，又想起他们是如何对我恶语相向，如何逼我拆除设备，再想到我父亲含冤而死的真相，所有人都在自责与后悔。第二天一早，全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，主动凑钱，短短1个上午就凑出了一大笔厚厚的现金，堆在桌子上。村主任带着几位年长的村民代表，捧着现金，一步步来到我家门口。在他们身后，密密麻麻站满了全村的男女老少，所有人都低着头，脸上写满愧疚与诚恳。他们安安静静地站在门外，静静地等着，不敢打扰我。我听到门外的动静，却没有丝毫想开门的念头。我的心早在他们逼我拆除设备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死了。加上父亲一生的冤屈被彻底揭开，我对这个村子再无半分留恋。村主任隔着房门，声音哽咽，代表全村为当年冤枉我父亲的事郑重道歉，为这几天污蔑我、伤害我郑重道歉。大家知道错了，彻底辜负了你们父子2代人的真心。村民们凑了钱，希望你能收下，重新出手安装电路防护设备。只要我肯原谅他们，村里愿意尽一切努力满足你的所有要求。身后的村民也跟着小声抽泣，有人甚至控制不住情绪，直接跪在了地上，希望能打动我。孙强也挤在人群最前面，眼眶通红，满脸绝望与憔悴。他的鱼塘因为长时间断电，制氧机完全无法正常工作，一塘辛辛苦苦养了1年的鱼全部翻肚死亡。他几年的全部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他走到门前，狠狠抽了自己好几个耳光，哭着说：小林啊，是我是非不分，听信谗言，冤枉了天底下最好的人，我的鱼死光了，家也要垮了。我求你看在相亲一场的份上，出手帮我一次，救救我的家。只要你能帮我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当牛做马都心甘情愿。我站在门内，静静地听着门外的道歉声与哀求声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有无尽的冰冷与麻木，再也暖不回来。我平静地对着门外，一字一句说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。当年的冤屈我不再追究，你们欠我父亲的我也不要了，你们的道歉我不接受，你们凑的钱我更不会收。村里的电路你们不要再找我，直接去找供电所，走正规流程，按规定整改。从今往后，村里的任何事都与我无关，我和这个村子和你们所有人从此两清，互不相欠。说完这些话，我不再理会门外的任何声音，转身回到屋里，关上窗户，隔绝了所有的吵闹与哀求。门外的村民听到我决绝冰冷的话语，知道我是真的伤透了心，再也不会回头。村主任站在最前面，眉头紧锁，满脸无奈与惋惜。他看着紧闭的房门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带着村民离开了。从那天起，张桂香彻底被全村孤立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真相大白后，他的真面目被彻底揭穿，村里没人再愿意和他来往。他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四面八方的异样目光。孩子们看到他会远远躲开，大人们遇到他，要么转身就走，要么故意用讽刺的语气议论他，让他无地自容。就连他曾经最亲近的亲戚，也因这件事和他彻底划清界限，生怕被他连累，坏了自己的名声。更让他崩溃的是家里的电路。自从我拆除了所有防护设备，他家的电压就变得极不稳定，灯泡忽明忽暗，线路还会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，甚至发烫。没过多久，家里的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接二连三被烧坏，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到了晚上，他不敢开灯，不敢用任何电器，生怕电路短路引发火灾。有时候他会被线路的滋滋声惊醒，看着漆黑的屋子，心底的恐惧像潮水般涌来，整夜无法入眠。他不是没有想过向我求助，可始终拉不下脸，也清楚即便他道了歉，也得不到我的原谅。他只能躲在家里，不敢出门见人，日子过得一团糟。孙强的鱼塘里，满塘死鱼慢慢腐烂，散发着刺鼻的恶臭，让人不忍直视。他花光所有积蓄，还借了不少外债，试图挽救鱼塘，可一切都是徒劳。最后他血本无归，还欠下巨额债务，日子一落千丈。他无数次来到我家门口，声嘶力竭地跪着，哭着求我，我始终没有开门给他任何回应。他最后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默默离开。为了还债，他不得不低价卖掉鱼塘，背井离乡外出打工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养殖大户，一夜之间一贫如洗，狼狈不堪。徐浩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。他原本想靠着拍摄村里的矛盾博流量，靠自媒体赚钱翻身。他每天拿着手机跟在张桂香身后，拍摄我和他的争执与村民指责我的画面，剪辑后发到网上，还故意配文歪曲事实，抹黑我是故意破坏电路坑害村民。他以为靠着这些博眼球的视频就能吸引粉丝，可真相大白后，他拍摄的视频就成了天大的笑话，成了他恶意炒作、助纣为虐的铁证。他不甘心，试图拍摄洗白视频辩解，可视频刚发布就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，平台也因大量举报，对他的账号进行了限流、隐藏处理。他辛苦经营好几年的账号彻底作废，所有努力付诸东流。村里的人也因这件事对他充满厌恶，没人愿意和他说话来往。他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，
最终只能趁着深夜悄悄收拾行李，离开了这个让他颜面尽失的村子，从此杳无音信。没过多久，走投无路的村民集体向供电所发出求助。供电所接到求助后，很快派来专业工作人员对村里的线路进行全面检测。检测结果显示，村里的线路老化严重，接头氧化松动，部分线路存在短路、漏电隐患、负载超标，不符合安全用电标准，必须立即全面整改，否则将停止供电，避免引发安全事故。而整改所需的费用需要村民自行承担，国家不予以补贴，官方预算高达300多万，是我当初自费花费的3倍还要多。这个天文数字让所有村民都倒吸一口凉气，彻底傻眼。他们这才恍然大悟，我当初自费70多万安装的电路设备进行的线路改造是多么珍贵难得。我自费70多万给他们用最好的材料、最安全的设备、最用心的施工，而现在他们要300万才能达到我当初做到的标准。村委会紧急召开村民大会，商量线路整改的费用和具体方案。会议上气氛沉重，村民们都低着头一言不发。许久后才有人开口，将所有矛头指向了张桂香，认为所有损失都是他造成的，他必须承担大部分费用。村民们纷纷附和，要求张桂香弥补损失。张桂香当场哭闹起来：“我没有错，是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这个老婆子。”可无论他怎么辩解，都没人同情相信他。在村主任的强制调解下，张桂香不得不妥协，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咬牙拿出一笔钱，用于村里的电路整改，算是破财消灾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是村里人人唾弃的对象，走到哪里都会被指责。虽然确定了整改方案，也筹集到一部分资金，但电路整改的进展十分缓慢。一方面，剩余的整改费用村民们难以凑齐；另一方面，很多施工队听说村里线路情况复杂，整改难度大，都不愿意接手，即便接手，报价也高得离谱。村里的用电状况越来越差，停电、跳闸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有时候一整天都没有电，村民们的生活陷入极大不便，线路发烫、冒火星的情况也愈发频繁，家家户户都人心惶惶。没过多久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村里一户村民家因线路老化、接头松动发生短路，瞬间引燃了屋内的杂物和家具，火势蔓延极快，短短几分钟，整个屋子就被大火包围，浓烟滚滚，刺鼻的焦糊味传遍全村。幸好邻居发现及时，大喊着火，村民们纷纷拿着水桶、灭火器赶来，合力灭火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，大火终于被扑灭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这户村民家几乎被烧得一干二净，家具、家电、衣物全部化为灰烬，财物损失惨重。这场火灾彻底唤醒了所有抱有侥幸心理的村民，也让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。从那以后，村民们晚上不敢睡觉，不敢用电，甚至不敢长时间待在家里，每天提心吊胆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很多村民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，纷纷收拾行李搬去城里，或是投靠外地的亲戚，躲避这场危机。原本热闹烟火气十足的村子，很快变得冷冷清清，一片萧条。我彻底不再过问村里的任何事情，另外找了一份工作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过着平静简单的生活。偶尔在路上遇到回村办事的村民，他们看到我都会主动低下头绕道走开，我也视他们为陌生人，没有任何交流，形同陌路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半年转瞬即逝。这半年里，村民们东拼西凑，终于艰难凑齐了天价的电路整改费用。他们花高价从外地请来了一支专业的电路施工队，正式进场施工。施工队的工人们整整忙碌了2个多月，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付出了数倍于我当初的代价，才终于完成了全村的电路改造。当村里的电路重新接通，村民们再次用上稳定安全的电时，所有人都聚集在崭新的配电箱前，沉默不语。他们想起我当初顶着烈日在村里奔波，亲手为他们安装、检查线路的身影，想起我当初自费70多万，用最好的材料、最好的设备，只为让他们用上安全的电。想起我父子2代人为了这个村子的用电安全付出的所有心血和努力，想起他们自己当初的愚蠢、刻薄和忘恩负义，他们又是如何逼着我拆除那些来之不易的设备。他们终于明白我当初的付出多么可贵，终于明白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套电路设备，更是一份真心的帮助，一份纯粹的善意，一份能让他们安心生活的保障。他们也终于明白，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弥补。而我依旧过着自己平静安稳的生活，往后余生，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再也不会为了一群不懂感恩、没有良心的人浪费半分真心。